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阿星现在在河北的石家庄。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，可以说是石家庄这座城市开始的地方。你看我的身后啊，是石家庄的老火车站。因为这座城市啊，它是被火车拉来的城市。为啥这么说呢？因为这儿最早就是一个小村子，就叫石家庄村，不足200人。在清代的时候，随着京汉铁路还有正太铁路在这儿交汇，就有了这个火车站。然后这个火车站呢，人是越聚越多，就发展成了一个大城市。那仍然沿用那个村子的名字，就叫石家庄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国际庄。哎，这为啥叫国际庄呢？就是因为啊，这个城市它是个新城市，那不足100年的历史，那很多外来的移民来到了这里，包容性非常的强，而且呢也不排外。咱就从这个美食角度来说，哎呀，这石家庄啊，好像除了荠菜啊，那没有啥自己的美食。但是在这儿，你可以品尝到天南海北、全国各地的美味。来到石家庄，有一家包子老店一定要尝一尝。据说啊，和狗不理是齐名的，那非常有历史啊，有50多年了。那这家店呢，旁边就是河北博物院。那很多人啊来这儿看完金缕玉衣，还有长信宫灯，来这儿吃个包子啊，这就是一个流程。这么多人还排队，但是啊，这是一个外带窗口，咱进去吃。这家店啊，它是个国营饭店，就是石家庄饭店。然后红星包子，这个菜单儿破破烂烂的，虽然破，但是菜特别的多，生意非常的好，好到啥程度啊？这3个馅儿的包子现在只有这1个馅儿的，有猪肉的，这素的还有虾肉的都没了。点了2笼这个肉的，然后呢点一个丸子砂锅，他家砂锅也是特色。哎，还有一个菜，来这儿必吃的金毛狮子鱼，荠菜啊，名菜。菜上齐，先尝这个金毛狮子鱼。你说为啥啊？点了1个汤，2笼包子，就只敢点1个菜呢？你看这分量有多大？这个鱼啊，它是个鲤鱼，然后上面是浇的糖醋汁儿，你还能看出来这是鱼吗？好家伙，这条鱼为啥叫金毛狮子鱼呢？你看像不像一头雄狮？这个鬃毛，它这个外形啊，就是模仿这个沧州的这个狮子炸出来的。你看有多脆啊！哇，啊！它其实就是松鼠鱼那个味儿，但是呢，比松鼠鱼脆多了。你看，全都是脆条。哇，好吃。这个菜啊大有来头，是河北第一名菜啊，荠菜第一名菜。它诞生在民国时期，是有一个厨师啊，当地的也是一个大厨，叫袁清芳大师。
然后它呢是根据保定的一个名菜叫超抓鱼演变而来。这个超抓鱼呢就和它很像，但是没有这么多这种鬃毛狮子的鬃毛这么虚。这条鱼啊，主要讲究的就是这个制作技法。做的时候它是用鲤鱼嘛，然后先到这个冰箱里头微冻一下，微冻完以后呢比较好切，拿个刀顺着这个鱼尾往头这样片，把鱼肉啊片成2层或者3层，然后拿个剪刀剪，就剪成一条一条的，最后挂个鸡蛋面糊。进锅的时候炸也有讲究，这个油温啊要控制在5-6成的油温进去。有的厨师啊炸出来啊就没有这么散，为啥呢？因为炸的时候也很有技巧。这说的好像我炸过似的啊！我是看人家这么讲的，就在这个油里头要不停的拨，然后让它散开以后才有这种金毛狮子的感觉，再浇上汁儿啊！这个菜啊造型独特，反正是我吃了这么多鱼啊，头一回见人家这样的鱼，好吃。我觉得来到石家庄请客吃饭的时候，这道菜啊必点，这个颜值啊太棒了。实在太脆了，嘎嘣的，而且没有刺儿的，把这个刺儿啊全部都炸酥了。包子看着太香了，你看这个油脂都沁出来了，啊，就来这个肉馅是这种酱香味的，非常的鲜。我以为里头有汤，其实这个汤汁不多。它这个味道确实像狗不理包子，就是那种底味儿，酱肉味儿的。其实啊，这北方一带这包子基本上都是这种感觉，这种味道。这个包子馅儿你不能说多，但是呢，口感也是比较饱满的。有的人开玩笑吃包子是吧？第一口没见着馅儿，第二口呢咬过了。香。再调点蘸汁儿。这是辣椒油，这是醋。你看当地人啊，真的是不吃辣椒。这个辣椒呢，还是我从它这个台子上单独取的一点儿。这桌子上就没有辣椒油，这每一个桌子上都没有辣椒油，只有醋。这包子再蘸上醋更好吃，裹这么一圈辣椒油，这一口一个，咱就不这么斯文了。一口下去满嘴油啊！你买1笼包子还送1个粥，买2笼呢，哎，还送2碗。他家除了包子啊，最有特色就是这个砂锅，有很多口味的，什么猪蹄儿的呀、鱼的呀、豆腐的呀。我要的这个是丸子的。为啥我点这个丸子的？就因为这儿是现炸出来的这个厨师，底下还有白菜和粉条。太奇妙了！这个砂锅一口下去，满满的一种国营饭店的味道，真的是那种味儿，也说不上来是啥味儿。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石家庄的正定古城。这个正定古城呢，早在东晋时期就已经形成了。这里头还完整的保存着瓮城呀、越城呀，还有内城这3道城门。可以说自古这儿就是易守难攻。而且这儿在历史上和北京、保定并称北方3雄镇。这个正定古城历史文化也非常的深厚，素有9楼4塔8大寺、24座金牌楼的美誉。咱来这儿看一看。
赵云故里，三国名将常胜将军顺平侯。这个赵云呢，就是石家庄正定县的人。哎呀，你要说这个古代有一些地名，那比现在好听。你比如说这赵云，每次和人干仗干架的时候都要报名号，我乃常山赵子龙。那你要放现在说我是石家庄赵子龙。还有这《三国演义》里有一个人物叫袁绍。袁绍是哪儿的呢？人家以前叫我乃汝南袁绍。那要搁现在，好家伙我是驻马店袁绍。血染征袍透甲红，当阳谁敢与争锋？古来冲阵扶为主，只有常山赵子龙。看这儿，《赵云传》，赵云字子龙，常山真定人也。这个真定就是这里以前的称呼以前叫真定，就是真正安定。那现在叫正定。赵云庙一进来，这就是君臣殿。桃园三兄弟变成了桃园五兄弟，三兄弟，然后赵云、诸葛亮。上回去山西，关羽关二爷的这个磨刀石咱见了，这是啥呢？这是赵子龙的饮马槽。这个树是长胜玉兰，在这个庙里有很多。为啥要种这个树呢？它取一个寓意因为赵子龙呢也被民间称为是常胜将军。如果说在《三国演义》里头找一个完美的人物，男神人物那一定是赵子龙。三国兵器谱这儿我感兴趣你看这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走到这中间还有点害怕。这个树都被修成了这种士兵的这模样。这是长枪，这是方天画戟，好家伙，这方天画戟阿星现在是唾手可得，神器然后方天画戟我都看不上了，这青龙偃月刀。赵子龙大枪，都说有80斤这真是足斤足两80斤。我现在拿可拿不起来不是说太重你看人家这拿铁丝绑着呢，摸一摸。看这一面巨大的琉璃照壁，这个照壁呢建于清代的乾隆年间。在这个照壁的对面呢，就是来到正定古城众多的寺庙里头一定要来的这个隆兴寺，1000年的历史。这里是摩尼殿，我身后这个巨大的壁画是东方镜琉璃世界。哇，历经1000年你看这些颜色依稀还能看得见，这些颜料全部都是矿物颜料。不仅是这一面，整个店里头这一圈全部都是壁画，尤其是这一块，你看这个光影，太漂亮了。这里就是被鲁迅先生称为东方美神的倒坐观音。为啥叫倒坐观音呢？就是因为咱一般进这个店在店的正门口一进去就能看见观音像，人家这个是在背后，而且它是悬塑艺术。为啥我要在这个侧面这个角度介绍？就是因为跟着这个镜头一转，特别的漂亮，它是立体的。我身后这是建于宋代的，全部是木质榫卯结构的，叫转轮藏，是干啥的了？其实你理解成它就是一个就是书架或者是藏经阁，也叫藏经阁。就古代的僧人把这些经书经文，然后放在这个上面，然后可以转，就转这么一圈呢，就相当于这个经文读了一遍，就跟转经筒是一样的。最牛的是啥？现在它还能转。这个隆兴寺里它有6绝，那我身后这个殿里头就有6绝里头的之最，是最绝的，也是最大的一尊佛，一尊铜铸的千手观音，非常的震撼。那后耳都修了
来到石家庄一定要吃一碗石特安。那啥叫石特安呢？我就发现这河北人啊特别有意思，很爱给美食啊起一个简化的名字。你比如说驴肉火烧啊，人家叫驴火；牛肉罩饼呢啊叫牛罩。那这个石特安啥呢？啊，就是石家庄特色安徽板面。好家伙，有人说啊，这个全宇宙最好吃的安徽板面啊就在石家庄。看来一点没错，这满大街都是板面，一定要尝一尝。57路站牌板面，挺有名的一家店。你们是手工板的是吧？对。啊，听说你家特别有名，上面来尝尝。来个那个特辣的，特辣的板面。那您是安徽人吗？安徽。哦，您就是安徽的，安徽哪儿的？安徽阜阳。哦，阜阳的，是不是太和的？我就去过太和，太和它是那个羊肉板面是吧？这是牛肉。哦，在这儿。哎呀，这卤味大全啊！看见啥我都想吃。来个这个大豆干、狮子头、大丸子，这是啥？哦，一定要来这个鸭腿儿。这里头没有卤蛋吗？没有。啊，卤蛋今儿完了。哦，在那边是吧？哦，行。行，好嘞，我再来个丸子。看看这碗板面，哇，特辣啥意思啊？就给了非常多的辣椒。你别看这个辣椒，这个辣椒是可以直接吃的，非常的香。它是先在牛肉里炸，炸完之后呢，然后再加汤熬。哇，所有的味道都在这个辣椒里头，太香了。手工现擀的板面，底下是豆芽还有青菜，哇，这一拌非常的香啊。这个板面你夹起来，你看。这种质感就知道非常的筋道，不能再泡了，得赶紧吃。好吃，非常的筋道。关键是啊，这个面进去之后，它很快吸收这个汤汁，然后也很有味道。再来个辣椒，哇，过瘾。看这个油啊，非常多的油。这个油呢，它是牛油。它这个做法啊，其实和这个炒制就是重庆的这个牛油火锅底料很像。先下牛油，再下辣椒，还有这些调料。炒完之后呢，然后加汤进去，然后最后你看刚才给面上浇的时候，就是先来点汤，然后再来点油，还有辣椒，很像就是火锅底料。这底下还有好多菜。这吃这个板面啊，也能选择纯菜的，就是烫菜，这菜都很好吃。这些啊才是重头戏，如何提升一碗板面的颜值啊？你看啊，哎，来一下，哎，再来一下，再来个丸子，再来个肠，这一下就成了豪华版，蘸着这个汤汁，哇，来口汤。这口汤太霸道了，尝这个鸭腿啊，虽然是牛肉板面，但实际上里头啊这个肉是非常少的，毕竟这个价位在这放着，你10块钱一碗是吧？要想吃肉得自己加。
这个板面啊，它为啥叫板面？就是因为它制作的时候在这个板上擀出来的，而且这样一摔一摔啊，就是板那个声音。在全国有3个地方这个板面很有名，一个呢就是石家庄，还有啊就是安徽阜阳的这个太和，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新野，好吃，这碗板面确实是好吃。哎，朋友们，看我身后这个桥，这个桥可就厉害了。我一报名号，如果你小学毕业了啊，或者是你正在上小学啊，你肯定知道，这就是语文课本里的赵州桥啊。你上1年级，哎，1年级你不用着急啊，你过1年到明年上2年级，哎，你就知道了。这个赵州桥呢，也叫安济桥，这个桥被世人称作天下第一桥。哎呀，这个美誉太厉害了。为啥叫天下第一桥呢？就是因为啊，它的这个年代非常的久远，始建于隋代，是著名的工匠李春设计修建的。赵州桥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远、跨度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单孔袒湖敞肩石拱桥。这个工艺可就厉害了，它是世界桥梁史上首创的这个敞肩拱结构形式。这个桥为啥历经这么久远的时间仍然屹立不倒？哎，有2原因，一个原因就是它这个结构简单而且坚固，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它这个选址这儿是河。这2岸这个沙石啊密度非常的大，但是我要说，虽然这个桥没倒，在历朝历代的时候，它也进行过修缮很多次。那最近的一次修建啊，就修成了这个样子。这个样子我看见我就感觉啊，这有点太新了吧。那现在啊，这80%就是新的材料，什么钢筋水泥啥的，只有20%才是原来的桥。太激动了啊！从小就听说赵州桥，第一次踏上去，我的一小步就还是我的一小步啊。哎。这个石板、这个栏杆啊，全部都是翻新做旧的。虽然翻新做旧，但是你看啊，它这个石雕啊，还是以前这个样子。也就是说啊，它整个桥还是复原了赵州桥的原貌。哎，这就让我想到以前我看过一个新闻，就有一个人啊，把一辆车开了60年，但是啊，他除了这个壳没换，里头什么发动机啊、各种皮带啊、轮胎啊、灯啊、电线啊，全部都换了一遍。那我就想啊，你说这个车还是以前那个车不？它翻新以后啊，做旧仿古。你看这儿。这是啥？驴蹄子印，这是车轱辘折。好家伙，这磨得也太光了。你看这机器抛光的这个车辙，它为啥能想到这？为啥要做旧呢？就是因为啊，以前那个桥上人家就有这。其实现在的赵州桥，你不能以新旧来论了。为啥？因为它更多的代表的是中国古代的这种建筑水平、建筑文化，还有工匠精神。更重要的是啥？更重要的是小学生啊，能在这个课文里头啊学习生字儿，这才是以前的千年石桥赵州桥。你看，它现在是一个博物馆，然后这些呢是从桥上不能说是拆下来的，它应该是损毁了掉下来的，然后全部都是，哇，太震撼了！这古人曾经驾着马车啊，挎着篮子，就从这个桥柱子旁边穿过。呵呵，这个就是赵州桥上的真迹啊，这2龙戏珠栏板上面2个龙。然后它除了有赵州桥，你看这还有明代的这个蓟美桥，因为在河上有很多桥，那还有北宋的，还有金代的。赵州桥呢，在石家庄的赵县。那既然咱来到了赵县，就要尝一尝赵县的本地美食——赵县羊杂。这儿有一条街，有羊杂一条街。赵州第一名吃高峰羊杂。哦，在这儿点。饿了啊？你在这儿饿了？啊，坐吧。羊杂，一碗多少钱12一碗。12一碗。哦，行，给我来一碗。您在这赵县卖羊杂的有名了。啊，还行。赵县羊杂名人。还行，这干的关键是年头长了。哦，干多少年了？10来年。10来年，我36开干。哦。现在我快56了，55了。哎呦，厉害厉害！从一个年轻小伙儿，从小伙儿干成个老头了，干成老头了。尝尝尝尝，哎呀，这么大一锅，2大锅。
走吧，多少吃啊？这个店啊特别有意思，它是它自己的院子，一进来，你看这鸟叫，鸟语花香的，那还有景观，假山喷水，这就是鸟。哎呀，尝一尝啊，我一下就要了2碗，为啥要2碗呢？第一，怕不够吃；第二，经济实惠，这一碗满满的肉才12块钱。好家伙，这是我吃过最便宜的羊杂了。虽然便宜啊，但是你看这个杂的品质，哇，这里头满满的肉量，各种各样的羊杂。尤其是啊，我吃羊杂最爱吃的就是这个羊肠，非常的香，咬起来口感也好。这还有肺，还有肝儿，还有肚，胡椒粉。这碗来点辣椒，干辣椒面。第一次吃羊杂是左右开弓，这个羊杂温度非常的高，特别的烫。下碗人都不限量。首先啊，很咸，然后呢，羊油味、羊汤味非常的浓，这儿的口味也很重。哇，太好吃了！它炖的非常烂。这老板说啊，他这些羊杂都是提前1天炖好，头一天炖第2天的，泡了1晚上，很入味。一勺子下去啊，货真价实。所有的食材啊，一进口感觉都化掉了，这个肠子都炖得很烂很烂的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汤啊还要搭配上饼，饼配汤，汤配饼，这才好吃。你看这些肉啊，看这些质感，一看就是炖得非常的入味，炖得特别的烂。我这个原味的更浓。加了辣椒反倒抢了这种肉香味的，我就来点吃啊，不要加这个辣椒。牛杂也有，再给我来一碗牛杂的，那个是牛杂啊。也是真材实料啊！你看这牛肠，非常多的牛肠，各个部位都有，还有肝儿。尝一口，哇，也好吃，非常的香。这个牛杂油脂更旺更多。